这个地方啊，只要有一艘油轮被击中，几个小时之内，全世界的油价都会随之暴涨，尤其是中日韩印这些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这片狭窄的区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战争爆发之前啊，每天有上百艘的商船从这里通过，但是在2026年2月之后，每天的通行量直接降到了个位数。现如今，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战争。美以联军初期也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并且在袭击中导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伊朗随即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动员海外武装进行反击。美军曾短暂进入伊朗领土执行特种任务，双方在边境和波斯湾地区爆发了多次激烈的海空战斗。哈梅内伊的儿子小哈梅内伊在继位以后，迫于国际压力和国内经济，经中国和巴基斯坦斡旋，终于在4月初同意进入为期2周的临时停火期。这个局势啊，看起来是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问题是，这场战争并非是突然爆发。那么它真正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有人说美国正在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停火期以后，战争未来的走向会有哪些特征？美国会不会输呢？温馨提示，话题啊比较敏感，如果您有不同的意见，欢迎到评论区进行探讨。如果喜欢我的频道，也可以在手机上点击热推，热推点击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对我至关重要。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话题。这次的伊朗战争啊，和以前那种传统战争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两边把军队拉到边境，然后开始对轰，也不是单纯的靠导弹或者是坦克去压制对方。在过去几周发生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打法。我们可以想象，有一架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飞过了沙特阿拉伯或者是阿联酋的领空，最后打中一个关键设施。这个设施呢，可能是一个雷达站，可能是一个能源节点，也可能是一个海水淡化厂。不管是哪一样，这些东西的价值往往是几亿美元起跳的。用极低的成本去破坏极高价值的系统，这件事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我们想象了。因为在海湾地区，大部分国家的淡水都不是天然的，而是靠海水淡化来提供。一旦这些设施遭到破坏，用不了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一个国家的基本运作就会开始出现问题。再加上就说这个地区的粮食啊，同样高度依赖进口，而进口呢又几乎完全靠海运。同样的道理，国际通讯依赖海底光缆，所以只要破坏其中几个关键点，比如淡水、能源、航道、通讯，甚至不需要占领一个国家，它就已经很难正常运作了。这就是现在伊朗正在做的事情。从战争层面来看啊，即便没有核武，伊朗依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麻烦甚至很危险的对手。那么很多人会把现在的这个紧张局势归因于特朗普，但是如果深入的了解一些历史，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其实不太成立。因为美国对伊朗的压制并不是某一任政府的政策，而是一条已经延续了很久的路线。在特朗普之前有拜登，在拜登之前有奥巴马，再往前还有克林顿。每一任的方法不太一样，有的是制裁，有的是谈判，有的是直接的军事压力，但是方向其实都差不多，就是限制伊朗的能力，特别是核技术，还有它在中东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呢，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其实都只是这条长期路线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伊朗会让美国这么长时间的投入资源去对付呢？只看现在是很难得到答案的，所以我们必须往回看，把时间点拉回到1950年代。在1950年代，当时的西方世界对能源的依赖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东，而伊朗在其中占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不只是原油，还包括成品油和船用燃料，那个比例都相当高。但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说这个石油啊，在伊朗的土地上，可是伊朗并不是赚钱的一方。伊朗的石油产业在1951年以前是由英国政府控股的英伊石油公司垄断的，英国政府和股东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伊朗政府只能分到 16% 的特许权使用费，并且无权审核账目。这种不均衡的状态呢，当然不可能长期维持，
所以在1951年有一个人上了台，这个人呢叫摩萨台，伊朗在当时的民选首相。我们看这张照片，左边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右边的就是摩萨台。摩萨台做了一件影响深远且极为关键的事情，他要把石油权限收回来，也就是推动石油国有化。既然这个资源在我们这里，那么利益也应该属于我们。在摩萨台推动了石油国有化之后啊，这个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伊朗内部政治的范围。对英国来说，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最重要的海外能源利益。对美国来说呢，这不只是经济问题，还牵扯到整个冷战格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资源丰富又不完全受控的国家，都有可能在美苏对抗中改变立场和位置。于是美国和英国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没有选择谈判，也没有接受伊朗对资源主权的主张，而是选择了直接干预。1953年，一场后来被称为阿贾克斯的秘密行动由英美两国联合执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合英国的军情六处投入了大约100万美元，收买政客、教士、报纸编辑，甚至是街头混混。核心目的就是一条，他们要想方设法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1953年8月里的一天啊，被收买的武装暴民和部分军队包围了摩萨台的宅邸，最终将其逮捕。一个民选政府就这样被推翻了，而原本权力较弱的国王重新掌握了实权，并且成为西方可以合作的对象。从短期来看，这个行动是成功的，石油呢重新回到了西方体系的控制之下，伊朗也在政治上成为了一个更稳定的盟友。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这个决定带来的影响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预期。摩萨台被推翻以后啊，伊朗石油的实际经营权被交给了英美法俄等国组成的国际财团，双方按照五五分账的方式分配石油利益。这一事件不仅终结了伊朗短暂的民主实验，也为后来1979伊斯兰革命埋下了长期反美情绪的伏笔。今天伊朗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如果我们再往后看，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甚至有点矛盾的事情，就是在政变之后呢，美国并没有把伊朗当成一个需要压制的对象，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合作甚至需要扶持的盟友。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核技术。1957年啊，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框架之下，美国向伊朗提供了核相关的技术和设备，这其中呢包括研究设施的建立，也包括人才的培养。伊朗的科学家被送到美国接受训练，在一些顶尖的大学学习核领域相关知识，同时在伊朗国内呢也逐步建起了研究体系。在当时这一切的定位啊是非常明确的，仅限于医疗、能源还有科学研究。这就像我们之前啊聊核武十国那期所说的那样，核技术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人们拿来做什么。随着时间推进，国际局势开始改变了，伊朗的政治环境出现动荡，对外关系也逐渐转变。原本由美国支持建立的这套技术体系，开始被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呢，一个原本受控的盟友，逐渐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甚至可能调转枪口的力量，而它同时又拥有一定程度的核技术基础，这就自然会被视为风险。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里其实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今天被视为威胁的能力，其中一部分正是过去在美伊合作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就说现在想要玩命拿走的那些核资源，有一些是美国人亲手给到的。这就让后来围绕伊朗核问题的争议，不只是单纯的安全问题，同时又带有了一些历史责任和信任破裂的成分。接下来我们需要从中东啊稍微拉回到全球视角。1971年的时候，美国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由当时的总统尼克松下令，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在这之前呢，美元是在1944年二战快结束的时候，成为了全球核心货币。美国拥有当时全世界 75% 的黄金储备，相当的财大气粗。各国的货币跟美元挂钩，美元则跟黄金挂钩，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各个国家呀可以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这项政策总共实行了20多年，实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美元越来越多，
黄金越来越少，再这么换下去，怕是金库都要彻底搬空了。美国干脆呢耍了个赖，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了生存自保。总之他们直接宣布，就说从今往后啊，停止兑换黄金，大家手里的美元自己留着花吧。这一历史事件啊，被称作尼克松冲击。这项机制被取消以后呢，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如果美元不再对应黄金，那其他国家为什么还要持有它呢？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支撑点，美元的地位就可能被动摇。所以美国需要找到一个平替，而这个平替方案最后就落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资源上，就是石油。1970年代中期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项关键协议。这项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沙特阿拉伯承诺以后所有的石油出口只用美元计价和结算，美国承诺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和政治支持。随后其他的石油输出国也纷纷效仿。这个石油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之一，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进口。这个规则一旦确立，影响极其深远。这就意味着你只要想买石油，你就必须先取得美元。于是呢，一个新的循环开始形成。各国先用自己的商品或者资源去换取美元，然后再用美元去购买石油。而这些产油国呢，在获得了大量的美元之后，并不会把这些钱闲置，而是会投入到全球市场中，其中很大一部分会回到美国，比如购买美国国债、投资金融资产，或者是存入美国的金融体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美元因为石油而被需要，而因为被需要，美元又持续流回美国。这个体系让美元在失去黄金之后依然维持了核心地位，同时呢，也让美国获得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它可以透过发行自己的货币来换取全球的实际资源。当这个资金链啊循环稳定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也就随之出现了。这些回流的资金不只是停留在金融市场，其中一部分会被转化为国家的实际能力，特别是军事。因为维持这个全球体系本身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这种稳定往往不是自动形成的。航道需要保护，能源供应需要安全，关键地区需要维持影响力，这些事情都离不开军事力量。于是能源、货币和军事之间开始形成一种紧密的运动关系。石油让美元被需要，美元让资金回流，而资金则支撑军事存在。反过来呢，军事存在又保障了整个体系可以正常运转。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再是三个分开的领域，而是一个可以互相支撑的结构。而伊朗正好就处在这个结构的关键位置。首先，伊朗本身啊是一个重要的能源国家，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其次呢，它的地理位置位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只要这个区域出现不稳定，影响的就不只是中东，而是整个世界的能源供应。再者呢，是政治层面。伊朗并不是一个完全依附于这个体系的国家，它在很多时候选择保持相对独立的路线，甚至在某些议题上直接和这个体系产生摩擦。当一个国家同时具备资源、位置，而且又有一定自主性的时候，它就很难被忽视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会发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其实不是单一问题，而是多个层面同时叠加的结果。对美国来说呢，伊朗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潜在的风险，这种风险不只是军事上的，而且可能影响能源市场，影响区域稳定，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影响到以美元为核心的体系运作。而对伊朗来说，这个事情的角度又完全不同。单看现在，它好像是在对抗一个更强大的外部力量，但如果把时间往回拉，就会看到他所面对的不只是当下的压力，还包括过去长期累积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过往会影响一个国家如何看待外部世界，也会影响他在面对压力时候的选择。所以你说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打，其实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双方就没有真正消停过。从石油国有化开始，到推翻摩萨台，合作，然后又反转，发生伊斯兰革命，接着是制裁对抗，以及现在的各种冲突形式。今天能够看到的这一切并不是一段一段彼此独立的事件，它们更像是一个链条，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单看某一个问题，通过谈判可能还有解，但是这些问题一旦叠在一起，互相牵动，
就不是谈一谈就能解决的事儿了。这个伊朗呢，卡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重要但又不太可能被完全纳入这套体系。而美国呢，站在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注定得一直盯着它，想办法控制这个变数。所以只要这个底层结构没有改变，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啊，就会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出现。前面讲了美国和伊朗的历史纠葛、矛盾根源，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当前局势。在发动战争以后，美以空军几乎完全掌控了制空权，他们摧毁了伊朗的大部分防空系统，击毙了好几位最高层级的领导人。短短12天，导致伊朗海军损失了80%以上大型水面战斗舰艇。从空中到水上，可以说目前的美以联军已经占尽先机。也正因为这些战果，特朗普才会一再对外宣称这场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但是问题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应对伊朗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前面提到的，它有能力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海峡是全球能源命脉之一，全世界大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都要经过这里运输出去。所以从这一层面而言，霍尔木兹就是伊朗的杀手锏。从本质上来说这场冲突其实同时存在2场战争，而且这2场战争胜负走向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场战争是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的空战，这一场他们已经赢了。但第2场战争是伊朗单方面对全球经济发动的战争，而在这一场里，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节节败退。对伊朗而言从正面打差距很大，武器、技术、体系全都差了一大截。你可以打我，但你拦不住我关闭霍尔木兹。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很明显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严重误判，他们大大低估了伊朗的意愿，同时也低估了伊朗的能力。暂时停战的谈判能谈出什么结果，现在还是未知数。至少眼下来看，美国已经被困在一个迅速恶化的局势之中。这场对伊朗的战争很可能已经成为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误。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都是关键，从70年代末吉尔卡特政府开始，到特朗普之前，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因为这个原因在打伊朗这个事儿上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甚至是犹豫不决。原因很简单，因为地理条件，伊朗始终拿捏着霍尔木兹，而这个筹码单靠技术优势和制空权是没法解决的。伊朗甚至不需要动用一支完整的海军就能够实现封锁，他只需要干一件事儿，就是偶尔打一打通过海峡的商船，就足以造成威胁。是导弹呢，是无人机是水雷用什么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制造一种持续的不确定的风险，制造恐怖气氛。只要这种气氛存在，商船不敢走这条航线，那么这条海峡在实际效果上就等同于被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每多关闭一天，全球经济的压力就多增加一天，同时呢，也在逼迫美国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结束战争。每一天的封锁都意味着全球1/5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被卡住了。这些能源从哪儿来呢？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当然像沙特和阿联酋这样的还可以通过管线转运一部分石油，但是对其他几个国家地区来说，这种替代方案根本不存在。国际能源署已经把现在的这个形势定义为史上最大的石油供应冲击。战争爆发以来，这个油价已经上涨了超过 40%，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经上涨超过 70%。 能源价格一旦上升，全球企业的燃料成本就会上升，这个羊毛得出在羊身上，这些成本最终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进一步推高通膨。在经济学界普遍有一个经验法则，就是国际油价每上涨10美元，通膨就会被推升 0.5%。 战前的油价大约在每桶60美元左右，而现在呢，由于海峡封锁，油价已经接近100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通货膨胀很可能再次升回到 4% 以上。这个水平上一次出现是在拜登政府时期的2023年。如果油价继续上升会怎么样呢？假设突破到每桶140美元，
那么通膨到 5% 甚至 6% 都是完全可能的。这些数据啊，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将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局面，因为他们在2024年的竞选当中主打的就是压低物价，避免对外战争。如果封锁持续到4月底，那么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全球经济很可能会陷入轻度衰退。就算这条海峡啊现在立刻重新开放，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仍然会持续好几个月。封锁越久，恢复正常的时间也就越长。同时呢，全球通膨的压力以及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伊朗要想打赢，只要撑住活下去就足够了。牢牢捏住霍尔木兹这个7寸，让全球经济因为压力变得难以承受，那他们就算赢了。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要想打赢则存在很大困难。现在的情况是，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已经越来越骑虎难下了。伊朗战前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啊，已经接近87岁，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太好。这个哈梅内伊如果是自然死亡，伊朗的政权兴许还可能转向一种更加务实、更愿意妥协的路线。但是现在呢，他是在战争中被导弹直接击毙的，整个领导层的交接是在极端战争压力下完成的。这个政权啊，迅速凝聚到了他的儿子小哈梅内伊的身上，而这个人被普遍认为比他的父亲要更加的强硬，并且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非常密切。美国和以色列杀了他的父母妻儿，这种情况下，只要他还掌权，就很难善罢甘休。美以两方最初发动战争的想法，他们认为凭借压倒性的空中力量，短时间内就能推翻伊朗政权。现在看来呢，这种误判越来越像2022年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时候的这个俄罗斯也认为只需要3天就能够推翻乌克兰政府。现在的伊朗战争也正在走向同一种形态，变成一场消耗战，比的不是谁更强，而是谁能撑得更久。这个战争啊，确实正在重创伊朗，但是同时也在消耗美国在其他重要战区的军事实力。那个导弹不是窜天猴，发射出去是需要真金白银的。根据培恩研究院最近的一份分析显示，光是在对伊朗开战的前16天，美军就已经消耗了超过11000枚各种类型的弹药。这个数字比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任何一次西方军事行动都要多，其中包括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每一枚战斧导弹成本大约是400万美元，也就是说，光是这一种导弹，短短几周就烧掉了超过3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量很可能已经用掉了战前美国全部战斧库存的大约1/4。美国国防部原本在2026年的预算里，只打算新增57枚战斧导弹，这一下打出去800多枚，消耗速度已经远超补充能力。除了战斧以外啊，在战争初期，美军还发射了140多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以及150枚萨德拦截导弹，这些系统库存要更加吃紧。2023年以后，萨德就基本没有补充。2025年伊朗以色列打过12天的战争，美国为了帮以色列拦截导弹，那会儿就已经消耗掉了大约1/4的萨德库存。到现在，如果要把消耗的全部补回来，需要好几年时间不说，还得耗费数百亿美元。不只是弹药的问题，美国海军本身也有状况。比如这艘福特号航空母舰目前正在中东执行任务，这艘航母在此之前啊，刚刚完成委内瑞拉的任务，几乎是没有休整就直接被派到了中东。它的连续部署时间即将打破越战以来的最长记录。就在上个月，福特号发生了一场火灾，据说烧毁了600个床位。尽管没有严重影响伊朗的打击任务，但是船员疲劳问题、设备高强度运转，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基于种种情况呢，美国国防部已经向国会紧急申请了2000亿的资金，用来继续支撑这场战争以及补充弹药库存。美国国会啊不一定会批准，因为这笔钱势必会让国家债务进一步膨胀。如果继续对伊朗进行空袭，那么就会持续消耗这些越来越珍贵的军事资源。而伊朗对这一点同样非常清楚，所以只要还能封锁海峡，
他们就会继续要求按照自己有利的条件来结束战争。现在啊，摆在特朗普面前的基本上只剩下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谈判。这会儿要谈判，伊朗掌握着主动权，开出条件，美国要是不同意就得接着打，要是同意呢，就代表妥协，一定程度上就会有输了的意味。这个面子往哪儿放呢？还顾不顾国际影响呢？第二个选项，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继续耗下去，让局势继续拖下去，看着全球经济一点一点恶化。如果是这样的结果，谁来承担这种历史责任呢？只能是美国，只能是特朗普。就算他宣布战争结束，如果伊朗还在封锁海峡，在外界看来也会觉得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解决。那么第3个选项就是加码升级，把这场战争再往上推一层，透过地面战争强行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把伊朗手上的这张王牌拿掉。而现在看来呢，这个选项反而越来越像是最有可能即将发生的那一个。如果美国要对伊朗发动一场全面的地面入侵，他们将会面临一场极其艰巨的军事挑战。通俗点说，这就好比要攻打一个放大版且有先进武装的阿富汗。伊朗这个国家在地理上有一圈天然地形防线保护着，西边是高山，北边是高山，南边是海岸，岸边紧接着还是山。翻过高山，中心地带又是荒漠，这一整套地形几千年以来一直在帮伊朗抵挡外来入侵。美国最近一次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兵力上呢，直接进入伊拉克的大约动用了15万到16万。如果算上周边地区，比如驻扎在科威特的后勤部队、波斯湾的航空母舰和空军，美国的总动员人数高达46.7万。伊拉克跟伊朗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从地理上来说呢，伊拉克的面积大约是伊朗的1/4，伊拉克的人口也不到伊朗的1/3。如果只是单纯的把这些数据按比例放大到伊朗，那么总兵力至少得100万以上，地面部队怎么着也得50万人。这个规模基本上已经接近1968年越战时期的美军兵力。如果说特朗普铁了心就是要打这种等级的地面战，那就等于把美国拖进了一场接近越战规模的冲突。说那我就避开全面进入，只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即便有限范围的地面行动，难度依然很高，因为只要是把控制霍尔木兹作为目标，本质上也约等同于全面战争。我们可以看一下伊朗在波斯湾和阿曼湾沿岸的这个海岸线，这条海岸线总长大约是1800到2200公里，大致相当于从中国的山东威海沿着海边走到福建厦门的距离。在伊朗的海岸线上呢，到处都是洞穴、掩体、地下隧道、秘密据点。现在的美国和伊拉克通过空中力量确实是重创了伊朗这条防线，但问题是只靠空袭很难把他们全部清干净，要彻底清除就必须把地面部队拉上去。再来伊朗还控制着海峡内外的一系列小岛，这些岛屿的存在让它可以持续对海峡施加压力。如前所述，伊朗甚至不需要控制整条海岸线，时不时的吓唬一下，让商船不敢进出，这就足够了。就算伊朗失去海岸线，它还可以从内陆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用成千上万架无人机继续往海峡打。如果想要彻底摧毁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怎么办呢？这样就需要绝对的海上控制权，很可能还需要地面控制权，而且范围得是整个伊朗南部加上所有它控制的岛屿。同时呢，还要部署先进的防空系统去拦截那些无人机。这种等级的行动已经非常接近全面战争了。所以更现实一点来说，特朗普接下来可能会先选择一些规模较小的行动，大概率不太可能一上来就直接去强行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摆在桌面上的有这么一个方案，就是他们正在计划或者已经尝试要夺取伊朗的高浓缩铀。从2025年到2026年，美国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了2波军事打击，分别是2025年的午夜之锤行动，2026年的史诗怒火行动。2025年那一波，
美军动用了巨型钻地弹，据说是精准打击了伊朗埋藏极深的核设施。美国国防部呢，在之后评估认为，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迫推迟大约2年左右。2026年2月这一波轰炸，美军声称已经彻底摧毁或者去功能化了伊朗的浓缩设施。联合国的原子能机构啊，通过卫星影像证实了这些地点确实遭受了巨大且严重的破坏，设施受损严重，但是仍有一部分高浓缩铀被隐藏在未公开的地点或者深埋地下，并未在空袭中被完全清除。这个数量有多少呢？目前普遍认为，伊朗手上大约有440公斤高浓缩铀，这批物资目前结构完好，没有受到轰炸影响。双方正在开展中的谈判啊，美国要求必须把这部分浓缩铀全部交出来，并且承诺永久停止提炼。伊朗目前态度很是强硬，可以确定的说，不论这个浓缩铀在哪儿，美国要想在谈判以外夺走它，就必须要派遣特种部队深入敌方领土。和之前委内瑞拉相比，这次伊朗的行动需要穿越更远，而且不可能像上一次一样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伊朗啊几乎可以肯定已经提前做好准备，风险极大，成功几率很低，即便侥幸成功了，也没法阻止伊朗继续封锁海峡。那么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方案是，美军可以尝试夺取一座叫卡尔的小岛。这座小岛啊，紧邻伊朗的西南海岸，最关键的是岛上的石油基础设施承担了伊朗 90% 以上的原油出口运输任务。伊朗呢肯定不会打自家的油轮，所以截至目前，同样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伊朗本国的石油贸易基本上没有受到阻碍。从理论上讲啊，夺取卡尔岛要比夺取高浓缩铀更加容易操作。在地理位置上，这个卡尔岛位于伊朗边境外围地带，这样就避免了深入敌境作战。同时呢，它又距离海湾对岸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很近，不论是两栖登陆还是空降突袭，都不至于那么被动。这个霍尔木兹可以作为拿捏全球经济的7寸，而卡尔岛对于伊朗同样至关重要。从这里出口的石油啊，可以支撑伊朗政府大约40%左右的财政预算。这座小岛呢，目前仍在伊朗的控制之下，但是已经遭到美军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公开的说法是基于体面原因，美军刻意避开了岛上的石油和能源基础设施，打击仅限于军用设施。同时呢，他也已经多次公开威胁要接管卡尔岛。这是理论方面的分析。如果从战略角度来看，夺取卡尔岛又显得不那么合理或者明智了。要攻占地面领土，就必然不会像抓马杜罗那样轻松，人员伤亡在所难免，甚至可能还很严重。打下这个岛，大概率会破坏岛上的石油设施，一旦破坏了设施，就又回到了那个死循环，全球的油价会进一步失控上涨，特朗普的这个困境反而会更加严重。总而言之啊，现在这场战争已经打了1个多月了，时间之久足以让伊朗站稳脚跟，并且成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意味着特朗普此前想要先发制人的豪赌已经宣告破产了，摆在美国面前的已是别无良策的窘境。战火如果继续蔓延，鹿死谁手仍未可知。就算美国现在想止损离场，伊朗依然可以继续封锁海峡，一直拖到美国接受条件为止。如果不收拾好这个烂摊子，想一走了之袖手旁观，这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现在是你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就升级战争，怎么选都不好走。无论怎么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避免不了骂声一片。这就是特朗普目前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局面。好了，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的收看收听。如果喜欢这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